你闲哦？啊，歹啊！哎，好，哎，今天怪怪的，好久没有问题了，今天又怪怪的了，这样打开补补啊，你镜头有没有雾雾的？那镜头那还补补啊，那气不清楚。后来大概上来了，慢慢点赞哈。哎，真的镜头雾雾的哈，怪怪，怎么会这样？没有，灯一样，灯光都一样，完全一样，没有变。哎，补补煞煞，怪怪。不然不影响，不影响。嘴啊，我看到我的手机哪里出问题了？这后来没有曝光，没有曝光，我的灯完全一样，我的室内的灯而已，没有太强，我没有加灯。没有，嫌弃，嘿嘿嘿。后来180几个啊，我们可以开始了哈。其实我觉得啦哈，我觉得我们这些人来对民进党的什么督促啦哈，各位也不用很多人太敏感了哈。但是终究我们这些人还是支持民进党嘛。你看了哈，台南打了林俊宪是赖清德要的人了，可是他初选输了嘛。初选输了，林俊宪他也很有风度啊，他说他要支持那个陈廷辉嘛，这个就是民主精神嘛。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了，很好了哈。我之前讲了一些批评的一些问题，是我批评的是说，为什么高雄、台中这些地方这几个重要的地方，你没有找出优秀的人，你没有找出全国知名度的人。民进党很多优秀的人，我只是讲这个而已。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而不是觉得说你怎么样哈。当然这个事情我每天都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哈。很多我们的那个什么，其实这一个月来了，我的那个什么退订的严重。我一个月平均会增加2000个订阅户的平均，你说8万多嘛，3年半左右，那表示平均每个月是2000多到3000嘛。但是我这个月不但没有增加，还减少，也就是说我因为这件事我少了退订了大概1-2千位了哈，而且很多人骂我啦，那没关系了哈，没关系。我觉得有一天大家会那个什么，我觉得有一天大家会什么，会理解我的态度了，好不好？我是要阻挡的人。我的一切，我的最高利益是我们本党。各位，我的最高利益不是民进党，你一定要弄清楚哈。我的最高利益是什么？台派，第二本党，第三才是民进党。如果现在你还要用民进党来绑架我啊，如果因此你这样要退订的话哈，我会很遗憾啦。但是遗憾的结果，我觉得还是 OK 吧。你要退就退吧。如果大家不是一路人哦，不是一路人还搞在一起，那也很累了，好不好？那也很累哈。我不是顶个讲的哈。那不是跟你讲过吗？我之前讲过吗？是吧？
我不惜吗？牺牲一半的订阅户，我都要把我的理想往前冲下去了。该做还是要做了，这个不重要。但是呢，民进党至少到今天为止，他还是一个保护台湾的政党嘛，他还是一个什么促进台湾民主政治的政党。虽然他没有推出我认为最好的人选嘛，不过至少还有什么初选机制还很完整嘛。国民党现在有初选机制吗？啊，这点的赢很远了哈，就赢很远了。还有啦，今天我趁这个时候讲了哈，今天也不要一直在讲我们的党的事了，但是今天再讲一下嘛。我们本党有3条路线啦，第一叫做陆美，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第二，回归日本母国我也接受哦。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像民政府他们这群人能量实在太大了，当时能量太大了，但是因为某些贪渎的事情而让人们散掉嘛。我们希望再把这些人再统一再聚合起来。所以说，第一条陆美由郭大使负责。如果什么回归日本母国这一块呢？这一块我们有秘书长负责，他一直想去日本打官司嘛，打这个官司，这个我就 OK 了哈。然后呢，深耕本土这一块由我来负责。这样的话，我跟你讲，我们各方面人都可以吸收啊。所以有些人进了我们群共就说啊，你们不是说要51周吗？现在怎么都在讲这些内政的事啊？讲什么事？我说不是这样讲啦。啊，51周，然后就整天就讲51周，然后你台湾的在地力量没有没有深耕台湾，你怎么去51周？所以各位对政治不了解哈，哪怕美国那种民主国家，你要去跟人家谈，人家只问你一句话。那个某部没有关系，不是这个，因为我刚刚已经查了很久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事啊。我就说政治是很现实的，你说我这个党成立，我去美国去跟川普谈，川普说啊，你代表谁？我代表我的党啊，啊你党有多少人啊？党可能500个了啊，没有立法委，没有市长，没有用，这个没有人理你的。不要天真的以为说我们党成立马上就可以跟日本人去跟美国谈。你没有自己在深耕台湾本地的能量，谁都不会理你，好不好？所以就虽然我了解哈，我是跟各位讲，要加入我们的党，你就必须要什么？要妥协很多事情。你讲我要进美国，你怎么把拉日本去？没有，因为去日本要加入日本母国，这是另外一批人。我希望把这一批人中的嘛，从民政府剥离出来，我们要做实际的事情。好不好？所以这个跟就是我们一个党有什么有3个什么有三个努力的方向，这个没有问题啦。这个我说最后谁先走出成绩，我们就全部就往那边压过去嘛。如果真的我们郭大使这边在美国后面先有成绩的哈，川普就像众议院通过了，要让川普去把那个格陵兰纳入51周啊。如果我们台湾也奋斗到这个地步了哈，我们就把支持要进入日本这一批人拉回来，说我这边已经有成绩哈，我这边已经有成绩了，你们要靠过来了，大概就是这样。因为什么？海纳百川嘛，我要壮大我的党，我要吸引所有的人嘛，所有只要反共的人，他有些人一辈子的努力，像这些一辈子要去回归日本母国这一群人，你不要他们吗？可惜吗？对不对？他也没有错啊，只是我觉得说，我找有更好的路咯，就去回归美国比较实际哦。他会说可是我回归日本，我已经搞一辈子了，那没关系嘛，你搞你的，我搞我的，等你真的搞出成绩，谁搞出成绩，我们就靠谁嘛。OK 吗？来想货，最后，其实我们的节目民政府的人很多人在看了，上一次是跟我有点冲突嘛。但是其实我知道了，很多民政府人在看了，那这个就是我跟所谓兄弟姐妹这样讲清楚嘛，我们为的是台湾前途，只要台湾前途有解，你们回归日本这条路如果先走出一点，比如说高市长说，我们我承认台湾是我的国土之一，好，我们也全部靠过来，公平，谁先走出一条路谁先靠。
但是你们现在如果只是说去日本拜拜靖国神社了，这个属于民间的行为，我倒是认为没有太多价值。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办法跨过政府的层面这块，这就等于改了话送了哈，改了话送。所以大概我们的态度是先把它讲清楚了，否则很多人讲说啊，你那不是要加入美国吗？怎么现在还在搞内政什么台湾怎么样？我们现在群里在为了什么？为反堕胎法，闹得不可开交，而且闹什么啦？我说这种东西不要放到党纲里面去哦，这个太具争议的，而且太具争议的东西，而且不会有妥协空间的，就尽量避谈嘛。你怎么会把这个东西放在党纲里面，让大家闹得不可开交呢？哈，所以很多东西，所以就没有啊。黄色我这2天都穿这件来，没有什么，没关系啊。这个我看那个什么，我在节目结束之后，我在看是不是设定了，不小心弄到什么了。好了，来跟我们补嘛，好了，仙气飘飘，美金1万加入美国哈，我们去争取10万了，1万实在是没多啦。1万对美国来讲，我讲1万才2300亿美元呢，2300亿美元买一个台湾呢，太便宜了，好不好？台积电就要快2兆了，是不是啊？但是这些东西很好啦，我觉得都可以拿出来谈啊，都可以拿出来谈。美军来台驻军了，现在已经500多人了吗？500多人，这个是这款代志是安尼啦，美国在做这个事啦。之前不是才几个教官而已，现在确定有500人了，500就有5000嘛，有5000就有5万嘛，是不是？而且美国人的做法他是这样想的，因为我那个胡润东讲的嘛，美国不一定要台湾驻军了，加手纳、与那国岛这些地方哈，一出事你从加手纳飞机飞过来不用半小时嘛，连波兰军就搞嘛，几十分钟就到了，所以不一定要台湾如果在台湾驻军会引起中共很大的反应的话。美国一直在测试中国底线，你没有发现吗？是你说只要美军进台湾我就打，我们慢慢的给你几十个，然后先给你500个，下一次再给你2000个，那1万个，这个都有可能哈。这个要看什么？要看局势的演变，如果局势好了哈，美国人他该做都会做了，好不好？而且胡润东讲的嘛，我看 F-35加手纳基地离台湾较远，加手纳基地是美国空军最大的，大概是最主力的地方了，才离台湾多远？真正出代志啊！我想来讲啦，真的中国真的开始打了哈，美国 F-35都不用飞来台湾，直接飞进中国了嘛。F-35直接飞进中国，先把你的所有的什么？军事设施，你是帕帕老师最近不是就强调了，要让你有地狱模式嘛？这个最近才讲了，以前讲了不算，最近又讲了，表示嘛，你所有的什么2炮，就是你的火箭军，全部给你灭掉嘛，是不是？全部给你灭掉嘛？这道理就是这家了哈，不是有的，这不是有，我刚刚已经插很久了，要直播这种就插，这个不是有的很简单就处理好了，它不是有的，不知道是镜头什么有什么特效，可我不知道是不是按到什么特效搞了一个朦朦胧胧的哈，不过还好，没关系，节目结束我再处理了，这是不明白，我这辈子不赌博了好不好？我这辈子连打牌都不会，所以不要跟我讲名牌这件东西哈。我连把球都不让怕了，讲，因为这些东西在我们家是禁忌的。2027，恩雅说2027年美国会打中国，美国打中国很奇怪吗？我一直都觉得哈，美日这个世界上最想打一场战争的是美国跟日本。要一场战争把中国打回石器时代，否则我之前讲过了，以中国这样的人力市场，而且这样的什么
集权思想下哈，它是有什么？它是有可能啊，有可能再复苏起来。只要习近平下来，换一个聪明的人上去哦，中国再给你20年、30年，它有可能再起来。以中国人那种刻苦耐劳，所有全国为了赚钱可以拼命的这个民族，而且他们，我跟你讲，中国人是真的比较聪明。中国人，我认为中国人并不输我们黄种人了哈，黄种人智商并不输嘛，并不输白人。所以这种条件之下，美国必然要有所作为嘛。美国把这清楚呀，美国很清楚啊，中国事情不处理的话，他放在这边，永远都是个问题嘛。他不解决不是办法嘛，是吧？只有彻底把中国消灭掉嘛。啊，你看现在中国的问题哦，那个问题是多到你想象不到，啊。护国党他们说，中共内部的什么？内部的文件啊，那个袁隆斌讲说，中共内部的文件已经开始寄汇到护国党，因为护国党在中国，之前护国党他们有寄什么？寄国旗啊，就是说中国人啊，你只要在网上跟他申请国旗，然后你给他地址，他就在护国党就在台湾，他定做几千面、上万面大型的国旗哦，然后就寄到中国去了。这个动作已经记了几年，你知道吗？听说一家公只要架两三千面的国旗了。然后呢，这个事情让中国就开始哦，那个时候中国就开始，只要是台湾过去的小包袱，他都会查嘛，你就惊到，也就是这件事情就连复国党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是吗？中国人可以申请国旗，我就免费寄给你，这一件事情，中国国内就开始害怕，为什么？时机多好了，这个动作如果是在以前没有用了，没有人理你了，因为中国那时候生活还不错的时候，没有人理你。可是这个时机，我比较时机丢做任何一件事情，它的效果会扩大嘛。也就是中国政府现在连护国党他都怕，一个海外台湾的一个小党，那不是不知道，那大刚你护国党的党部，护国党才几个人而已，他都怕。所以说有时候做一些事情会很好玩，就是这样哈，很好玩，就是这样。麻将不能打，过年会很无聊。不要跟你讲，我们家没有打麻将习惯，我们家不能打牌哈。从我爸的家教，家里不能打牌了，所以但是我家里有一个会打牌，只有一个我弟弟。我听说了，我不知道，我听说他现在哇，每天下班就去打牌啊，我没办法。啊，人是安尼啦，我常讲，一个人到中年老年之后，没有自己的没有自己的爱好，没有自己的执着，没有自己的信仰，我想那生活就是这样，最后就是不是怕把球就是什么，就是搞外遇嘛，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啦。所以人到一个年纪，一定要有自己的自己的信仰，要不然你就还有自己的工作嘛，你没有寄托，你生活就变这样了哈。复国党跟复兴党不一样，那复兴党不知道谁了。复国党他们已经现在在中国，复国党在中国算是做出了一点声量，因为其实他很幸运以前遇到那辛浩年嘛，现在是遇到袁宏斌嘛，袁宏斌的能量比辛浩年大非常多。袁宏斌是一个中国政界里面的人，他是政界里面的人。他的朋友都是官员，所以他的能量比辛浩年强。辛浩年就是一个反共学者啦哈，但是辛浩年因为辛浩年反台独嘛，所以我也不赞成他跟辛浩年混了。我说一个反台独的民运人士，他都是假的啦，那就是在搞中华文化那一套嘛。一个到美国了哈，到反共反到美国去那么多年的学者，到今天都还没有弄懂。还在骂的中国文化，那种人你就不要跟他混那个脑袋不清楚，好吧？那种脑袋不清楚。潜艇艦重要在中二的潜艇能躲在下面，当然他有他的那个啦，战略地位啦。问题是，俄罗斯都快被你打趴了，他还有什么潜艇？就现在封锁中国就好了嘛，对不对？
对吧？我不喝酒，不打牌，不抽烟。我抽烟了，以前抽了，2年前才戒的。我做这个节目之后2年前才戒的。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的游戏也不打了哈。我现在完完全全要全心全意在做这些东西，做我们现在做这个事嘛。你这东西要把自己的你要每天要增加自己的什么自己的学识啊，不然的话你有这种东西讲不出来啊，是吧？是不是？我们等一下要讲那个什么黄仁勋这2天讲那些话了，我觉得这个我有一些什么，我有一些思维了哈。还有了2025年，去年我们的外销总值6400亿美元，6400亿美元，2年前我们是4000亿美元，2年前就是什么2023年，去年2025年我们的外销总值是6400亿美元，我说外销哦，我不是说进出口，不是只说外销哦。也就是说，2年前跟现在成长了50几%，全世界有谁的外销可以成长50%以上，而且是个成熟国家，是个已开发国家哦。所以说台湾现在是好的不得了，所以现在的股票3万点，我就觉得很奇怪哦。每个人都说哎笨蛋啊，问题在经济，可是台湾经济很好啊，他们的什么外销苦干安呢？我早就跟各位讲过了，我去年就讲了。阮囝伫广达，伊讲生意是好，甲惊死人啦。AI 伺服器做的最好是广达，你们知道吗？你讲我生意点段是摆个当时去啊，所以我就知道说，其实这个生意非常非常的好了，好到未讲的好了哈。然后呢，有一群人在哀说台湾经济不好了，是吧？但是这样会产生什么一个问题？国民党讲的都是什么？都是胡说八道，明明。事实是台湾经济很好，他在唱衰你台湾经济不好，他唱伤你赖清德什么赖清德独裁，什么还要弹劾赖清德什么赖清德什么，这款威哈，他们用什么？他们用中国那一套叫什么？谎话说1000遍就变真理，这款威有效，只针对低阶的人有效，就像中国当年。毛泽东用宣传把蒋介石打趴，因为中国人那个时候是什么？不识字人最居多嘛，你腿子最多的时候，谎言1000遍真的会变真理。但是台湾是什么？台湾是那种渔民国家吗？台湾是全世界逻辑最强的国家，因为我们的科技都要逻辑，我们的年轻人什么本事没有，他就是知道他们逻辑性是最强。所以你看那个那个年轻人在发言你一句话呢，那个逻辑不通，他马上可以抓出来。以这样的年轻人，你说还有没有人被什么被谎话影响？有，也是极少数。所以我一直对年轻人是很有信心的。你打个人讲年轻人，很多人觉得年轻人不好，我一直相信年轻人，因为他们这一代受的教育不太可能再被谎言给欺骗。所以年轻人其实已经看懂了国民党，只是年轻人现在他重点在什么？吃喝玩乐嘛，找女朋友嘛，什么？他的心思还没有办法在国家大事上，可是他的逻辑建立哦，他的印象也形成了哦。蓝白两党都在什么胡说八道，都在为共产党宣传，这个印象已经在他们心里了。只不过是林北基本不探钱，我还要追女朋友了，我要吃喝玩乐，他没有那个多心思。可是我认为他心中的逻辑已经建立了。我这心中的逻辑已经，所以台湾是不会被共产党所有的什么渗透，我觉得会因为台湾人的文明而完全被抵制掉。是不是来讲，一个国家3万点的，我已经讲了，台湾的股票市值现在全世界第7位，各位，全世界第7位只输哪几个国家？你们知道吗？输美国、日本、中国。印度，还有谁？加拿大，还有一个谁？印度，还有一国忘了，其他的都赢，包括英国、美国，还有英国了，还有英国、美国、中国、日本、加拿大、印度、英国这些老牌国家，他们的股市市场超过我们，第7名就是我们。
也就是谁？法国、德国、德法这些国家哈，法国、德国、韩国都被我们超越了。台湾呢，德国8,000万人呢，韩国5,000多万人呢，法国嘛7、8千万人呢。各位啊，而且是老牌先进国家。我觉得超越德国跟法国，这是我觉得台湾人最大的什么？台湾人最大的骄傲啊！哎，韩国跟德国这不是那些阿三拉四的国家呢。第一，它的国土比台湾大非常多；第二，它的人口也是台湾的几倍呢。它人口是台湾的3倍到4倍耶，3倍多啊。然后又是老牌的什么？老牌的科技不先进国家啊，结果他们的股市总值比台湾还差。台湾超越韩国、法国、德国这样高的成就，可是被某些人刻意把它打压。其实我跟你讲，各位这东西都不用讲，你就把这个数据讲出来就好。我们已经是我们的股市全世界第7位了连法国、德国都能挂过啊，连我们比我们还早进入已开发国家的德国、韩国也被我们赶过去了，很吓人的各位。也就是说，我们掌握在这个时代的风口浪尖，这些事情居然被台湾掌握了，而且居然很多人看不懂黄仁勋这2天不是昨天要接受那个什么访问嘛？他讲那些话我跟各位讲了，你把这些东西你去好好去理解他讲的话。黄仁勋说，10年内这个算力会成长10万倍了。一年增加1万倍啦，所以他说未来，他讲了未来晶片的信息可能会以1万倍的成长速度嘛，对吧？就是这样子嘛。算力的进步，你知道未来人家什么？人家未来可能算力可能把它放在太空了，现在已经开始了，甚至黄仁勋不是马斯克要干嘛？他要把他的算力放在月球的背面了。月球的背面了，是吧？人家在做这些事呢，对吧？世界的进步，所以呢，很多人在讲说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我跟你讲，我一个电算系的出身的人，我可以跟你讲，那是什么？那是不可能的。电脑它是程式的你怎么设计它怎么弄，它是没有它没有感情，没有思想的。你说，哎呦。你看到某一个人形机器人，它好像有脾气，那不是，那是它的记忆库里面它训练的过程中有掺杂一些某些数据是有代表是好像是用一种生气的感觉，机器人是绝对没有情绪的，好不好？只不过它的记忆库里面有这个东西，它就拿出来用而已，不要被骗所以说机器人到最后会发展会变怎样？很多人担心机器人的发展了，我认为这个东西我可以比喻一下了200年前蒸汽机发明的时候，取代了什么？取代了劳动力，它只取代力量这一块你出来的时候，比如你种田要耕地什么农机的出现什么蒸汽机什么内燃机，蒸汽机因为效果不太好，为什么？蒸汽机太大。它没有办法放在小车上嘛，所以后面有内燃机嘛。这些东西第一次工业革命，其实当时很多人就觉得说，奇怪如果这样下去，那人要怎么办？所有出劳动力的东西都被机器取代了。可是我们现在眼光回来看，有什么不好了？以前全世界人都要种地啦，每个人都要种地才有饭吃的。现在全世界可能1%不到的人口来种地就够养这个世界了。美国那么大的中西部，那么大的什么广大的农场，不到200万个农民不到200，美国是3亿多人，不到200万农民。为什么？机器化嘛，3个人可以耕1000公顷的地3个人那我就问你，那如果用以前的眼光来看，糟糕了。那以后人都没有用了。是它只是取代你的劳动力而已嘛。现在人在想什么？现在劳动力被释放出来了，所以人有很多思想，
它在提升维度嘛，所以人类现在重要的是什么？思维的进展。所以有一天啊，这不是说有一天很快的到来，当 AI 跟无限能源产生的时候，这个世界真的不光是劳动力被取代了哈，甚至连很多基础脑力的工作也会取代。那人类还能做什么呢？人类一定有更高维度的东西。所以我说现在人啊，现在人都为什么开始提升灵性的提升嘛？到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事务性的工作，这些事务性甚至包括是脑力的，比如说写基础程式啊，嘛，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被取代，医生都可以被取代，小说家被取代，作家被取代，但是创造力不能被取代，我们的灵性不能被取代。所以当所有的人都不再需要浪费时间去满足他的什么，他的基本生存的时候，每个人的思想就会被放开来，被解放开来。所以所有的人都在开始什么？致力于灵性的提升。我这个是我想了2天了，我觉得这个题目一定要讲。这个题目一定要把它讲清楚，也就是什么？马斯克说什么？未来人类每个人都有钱人啦，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生活所需都 AI 都可以帮你做好啊。但是你看哦，当现在的劳动力，我说美国200万农民就可以养活半个地球的时候，美国人农产品变得很便宜，可是一般人把美国人吃成大胖子啊，是不是？东西很便宜嘛，那我不怕饿肚子，可是我还是因为口腹之欲啊，越吃越甜啊。那美国人不是说都要2倍糖分嘛？哦，我们是要减糖，他们是要增加1倍以上糖分嘛？所以美国各个而且你屁股这么大，那但是表示什么？也就是说，当你饮食啊，所有的生活基础已经可以基本满足的时候，人类反而因为什么？你性灵没有提升，你把自己吃得像一头猪。所以未来人类致力于什么性灵的提升呢？因为简单的东西全部由机器人处理，而且有无限能源再来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之前讲说，那这样人类没有被利用的价值，人活着干什么？不会的哈，没有人能利用你了，你要自己利用自己提升自己的性灵。所以人类的维度，所以这个时候人类的维度才是真正的要往前走哦。当人类世界还在为温饱伤脑筋的时候，你初级的维度都没有达到，所以人类要翻转的时候，要达到一个维度的话，一定是这些 AI 跟无限能源完全充分之后，把人的人智障、人灵性的禁锢全部解放出来，那个时候会有另外一套的社会规范出来。因为我突然讲了哈，那你说了以前的人类从什么蒸汽机到内燃机发明到今天，加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嘛，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嘛，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晶片嘛，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什么 AI 嘛。所以我说世界上四大工业革命，台湾占了2个，晶片跟 AI 都台湾掌控。所以我说为什么我最早说台湾会百年腾飞，居然没有人想到这个。台湾我没有讲这个事情时，到今天也没有几个人想到，为什么地球的4大工业革命台湾占2个，而且什么100%占据，没有人能够跟你抢哎。那我就以说了，以前英国的什么工业革命，全世界都会学会啊，内燃机谁不会？蒸汽机谁不会？对不对？电力出来我们也大家都会啦，大家都会运用嘛。可是我们不但一个国家掌握了2次工业革命的命脉，而且没有对手，而且是独自掌握这个世界。我就跟你讲，台湾如果出一个雄才大略的领导者，把这些条件充分的运用，甚至把它铺开来，把它化成台湾基本的条件，我可以跟你讲，天下无敌。有一天连美国都来跟你低头，有一天。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法律系的占据整个政府的什么大部分的，法律系跟医生这两个系统占据整个政治的什么？就是他们只会什么？他们只能做到什么？他能够把这个政治稳定都了不起了，用政治那套来看事情嘛。其实我跟你讲啊，当你很多东西哦，你啊很多东西纠缠不清，你应该跳出来，跳到一个高度，从比较一个高度来看这个世界嘛。这个高度是什么？科技的高度了嘛。你用科技的高度来看这个世界，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们以前用政治、用法律那套来看国家的发展，你会什么？你会不知所措，你会没有发展性。可是我们用高科技这一块，用一个科技的眼光是吗？用上帝视角来看这些事情，你就会发现，哎呦，那不对，一定有一条路可以。当你有想要去找那一条成功的路哈，很多人是不想搞，很多人说，哎，但是以后啦，没有能力的人，他只要什么啊，我的安全下装以后啊，我的总统我做戏你做背你，我安全下装以后，他们是因为他没有对这种东西他没有概念，科技他不一定有概念，虽然他有些懂科技，他不一定懂科技的内涵，所以说什么？所以说嘛，需要一些什么？需要一些更高灵性的智慧体来带领这些东西了，好不好啊？可看到佛光，不是没擦干净，刚才擦很多，那个不是，那个应该是什么？那这边就不会啦，对不对？他就手机的这个部分，这部分有嘛？你看我到这边就不会了，这边就很亮了嘛。所以这个不是没擦干净，这不知道是吧？可能摄影的一个效果吧，一个朦胧效果，我不知道什么是暗道还是怎么样，我等一下结束后再处理的。第二天喜欢跟别人，我们今天要，其实我觉得啊，很多人是有这个困惑的。当这个世界这样继续进步这么快的话，到底未来人类如何自处？各位你放心好了，人类的性灵提升还不到第一维度，连第一维度都还没有越过，所以还有很多东西发展。不会说因为说哦有人掌握了AI， 有人掌握了无限能源，然后就全世界就什么就归他管了，没有那种事啊。你看现在那个什么，现在 YT 是不是你可以看到很多那个是 AI 的合成的哦，那种节目我一看就不舒服我只是一点到这个哦我就不看了哦，不是说我要怎么样想，而是我真的不想看。为什么啊？怪干嘛啊？去 gay 啊？这个观点是人家写给他，这个不是什么观点，这个是假的哦。我对假的东西很没有兴趣嘛。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其实到最后也是这样哦。AI 智慧跟真的人智慧，它最后是可以被区隔的嘛。最后 AI 技术只会被视为一种工具嘛，它进不到灵性这个东西嘛。所以这人类的智慧，人类的大脑是要进入一个灵性的世界嘛，是不是？进入什么另外一个维度嘛？所以永远不可能，人类永远不可能被 AI 超越。AI 只是个工具。AI 只是，就是说，按照计算力，人类的智商早就输计算机了，好不好？对啊，我你讲啊，人类智商早就输计算机了。我这个比例你们觉得可不合理？那我们算东西早就输给计算机了，这个几十年前就输给计算机了。计算机有控制我们吗？我问这句啊，对吧？你计算速度，你计算速度早就输给计算机了，但计算机有控制你吗？所以我们现在还在 0.5 度的文明而已，好不好？ 0.5 维度，好不好？1维度都还没到，所以我大概我突然把这些东西想清楚了。好，你就说人类文明到今天，如果以当时人类还要什么，每个人要用力去种地，顶多用牛来耕地，用牛耕地那也是近几百年的事情，好不好？早期也没有啊。是不是这样？因为要铁器发明之后才有办法，之前才有嘛。所以很多东西在以前眼光来看，就觉得哇，这些东西都被机器做完了，那你人怎么办？你发现现在每个人还是忙得要死啊。
不良翅膀要什么？因为有更多到一个维度，到一个高度，文明就会产生新的工作机会。它可能是什么性灵啦、创造啦、什么科技的发展什么的，绝大部分机器人是不能取代你的。你把这些东西想清楚，你就会觉得没有关系的哈。我有人就惊啦，讲到尾那怎么办呢？我们连被利用的价值都没有，那个资本连控制你都不愿意啊，控制你干什么？我控制你，我控制机器就好，控制你干什么？对不对？后面但是终究还是不同的啊，终究还是不同的啊。我不知道这样讲清楚没有啦？倪海厦早就死了，倪海厦1912年就死掉了，不要再相信倪海厦，那些都是骗人的，好不好？倪海厦是我们一个观众的同学，他跟我讲说，倪海厦在他们同学中平反的不能再平反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去了美国之后，没多久死掉之后，大家也没感觉啊，那死了就死了，同学死了没有？突然现在很多他的影片跑出来，很多他的影片有人在在包装推送，说倪海厦根本没有那么厉害，他是个再平凡不过的人，好不好？就奇怪哈我刚好都有遇到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一个石先生啊，先生那之前跟我讲的，他说倪海厦是我同学啊，跟我做几年的同学啊，从来没有人觉得他很厉害啊，是吧？怎么突然去美国，那去美国也死掉了，他死掉之前都没有出名过哦，他死掉之前都没有出名过，可是最近突然有人大量在推送他嘛，就是吧？因为是吧，又要去复兴中华文化了，这些都是被人家拿来用来复兴中华文化了。我跟你讲，现在只要复兴中华文化那个人，你都要特别警觉，我认为他都有问题。复兴什么中华文化呢？那把台湾把中国再绑回去那封建时代好不好？再开始绑小脚啊，怕你老婆跑掉，怕你女人偷窥一下就把你女儿把你老婆了，怕你老婆偷窥一下就把你老婆抓起来，那个小脚绑着让你走路都走不会啊，对不对？怕你的工人啊，怕你的工人跟你老婆有染，把你工人给切掉，小弟弟切掉就太贱了，对吧？这头继续过来啊，再把中国这一套，我最恶心就是这些东西啊，全世界就没有这么恶心的男人，全世界就没有这么下流的男人，全世界最没自信、最阴暗狭隘的男人就是中华文化下的男人，对吧？我这样辩你可以跟我什么？你反驳啊，你反驳我啊，对，哪一点不是这样？你家天下道的，中国从来没有什么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就是这一套，你知道吗？啊，中共发展 AI 机器人会不会训练成超级机器士兵？如果中共发展超级士兵，那美国早就发展出了超级士兵了。这个东西到最后，就像我说嘛，飞弹、飞机。它的运算速度比你快一秒，它就先把你打下来了，对吧？我先把你打下来，你也很厉害，我说你也很厉害啊，你用3奈米好了，我用2奈米，我速度比你快，所以我的飞弹先把你打下来，我把你打下来那一刻，你才刚要飞弹要发出去而已嘛，所以有些终极的终极的竞争差一点点，它就输一点赢啊。机器人士兵这是必然会出现的哈，这是必然会出现的，对吧？但是我说过嘛，这些东西最后会出现在美国，为什么？我已经讲了，马斯克为什么我们都觉得电动车那有什么了不起？200年前就有电动车了，为什么这200年来人类都在发展油车，没有人在发展电动车了？突然马斯克突然来了，我靠，是吧？世界都跟着他发动电动车，而这个地球上也只有马斯克的什么电动车赚钱的，其他都是亏钱嘛。因为马斯克不光是要赚钱，马斯克他现在已经达到什么 FSD， 就是完全的什么自驾了，完全自驾。你不要看中国那个资料都骗你的哈，中国拍个照片说，哎呦，现在中国也可以有自驾啊，你看什么，你叫一个这个 Uber 啊，车就一部车开过来，不好意思哦，中国的自驾只有在特定区域里面。它是特定区域里面，特定区已经有建立地图的时候，它才能自驾。美国的 Cybertruck 它是可以什么自己什么美国东岸
开到西岸，这一路当中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而且他自己没电，自己会去找什么？找充电桩，自己去充电，完全没有人哦，已经完成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已经不可能事先给你事先给你设定说到哪里怎么走，而是真正他自己智能自驾，这才是真正的自驾嘛。中国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中国，我说电动车是美国给中国挖了最大的坑嘛。中国经济本来就不好啊，而且投入多大量的钱在电动车，而变成什么？全部都什么？哎，中国的电动车垮掉了，不要再相信它了。但是川普他达到了他阶段性的成功哦。未来美国是这样。美国人可能大部分都不会再买车，因为什么？你买了一台特斯拉，你可能就放在家里，然后什么？让参加 Uber 嘛，让这个车帮你赚钱嘛。随时这个车就出去载人了，跟你们没关系嘛哈。美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他已经把所有的资源做最好的整合，但是这个还有一个好处，他收集了大量的什么？大量的资料，这个资料最后用在哪里？用在人形机器人。所以我跟你讲，人形机器人才是特斯拉的最终的目的。所以人形机器人最后可能变成什么？变成军人，变成士兵，这个都是很正常啊。变成家里的帮佣或者士兵，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啊。而这个什么，最后就是什么？看谁的训练好，训练模式够强，data 够多啊，全世界绝对没有人能够跟马斯克比的，因为他已经有几百万辆的汽车每天在外面跑，收集的所有的路况，所有的什么训练，机器是需要训练的，没有机器人没有训练，它就是个空白，它是个机器而已嘛。就像我们以前的早期的电脑，为什么要一个 Windows？你电脑没有 Windows， 它电脑就是个电脑，你怎么跟它沟通？你连 key in 的什么都没有办法，所以当中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Windows 嘛，电脑跟人沟通要有个 Windows 嘛。那机器人它需要训练的模式啊，其实就是什么，机器跟人沟通的一个方式嘛。这个物件绝对是在美国的手上会最厉害，所以你们说担心什么电机器人啊？哎呀。美国这一次打委内瑞拉，你知道用了很多尖端的武器，很多人大部分都没有爆，都没爆出来，因为美国真的是，要不然怎么可能？你的什么 S300， 中国的什么？中国的什么？中国的雷达全部没有找到，没有看都没看到。听说他那个什么脑波啊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也是不是事实我不知道，但是可以从美国上一个兵都没损失之下哈。去把人给抓过来，而且杀了30几个人，你就知道美国连陆军的装备，不光是那些直升机的装备有多强啊，直升机本身有没有可能隐身，我都搞不清楚。我是不知道直升机怎么能隐身呢？可是人家真的直升机就去把人抓回来了，一个都没有损失啊，连一个人都没损失啊。就是说美国还有多少黑科技是你不知道的？美国要多少黑科技，其他不知啊，这个物件，所以这样的每一次的战争，包括当时的海湾战争，包括什么伊拉克战争，包括现在以色列跟伊朗，包括委内瑞拉，我跟你讲，每一个战场，美国都在什么展示它的最新的黑科技，他真的拿这个战争来试验他的黑科技啊！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失败过啊，各位啊！是吧？这些国家干不过美国，那表示什么？提供了这些武器的中国跟俄罗斯更干不过美国了嘛？所以人家是什么？每次战争有它意义的，而且可以什么超兵，把我的武器实际操演一次，哎呦，效果很好，那就放起来。所以我就说，美国现在每年说要1兆500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了。惊死人哦！今年1兆500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你说他花在哪里？扬起沙航母要那么多钱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哈。数据就算一下电力嘞，电力才是大问题。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电力，所以我就说，如果没有我们在这边哈，我们在这边谈了哈，我跟你讲了，如果台湾连电力都输人家，我就不知道说我该怎么样哈。
所以到现在我已经不是很想去什么，是去督促赖清德了。我希望，既然我们政党要成立了哈，那我们就自己把事情做好就好。我们不知道赖清德有在听人恭维我啦，我觉得好像也有啦。赖清德是个比较没有主见的人，一相对较无主见啦。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是个善良的人，他是个干净的人，这个是事实哈。善良、干净、洁癖的人，这些都是事实。所以呢，他需要我们这样的团队，我们这样的人来什么？给他建言，给他督促嘛。我在走就好了啊，我在走就好了。但是我说过，我们做我们的事的，我们未来要做我们的事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了哈。之前我们那个经济部长叫什么？郭志辉嘛。其实郭志辉做很多事，就是因为他做很多事，所以才被蓝白骂成这样嘛。那我就问各位了，现在经济部长是谁？没有人骂了。龚明鑫嘛，龚明鑫是谁？我都不知道，我都没听过，好不好？龚明鑫有没有在做事？我也不知道，不会被骂了。为什么？没做代志就不会被骂了。啊，郭志辉，我一直很喜欢郭志辉啊。人家做那么多事情。结果呢，被骂下台了。所以说哈，有一寡代志哦，哎，这世间就是安尼，我讲。台湾行人地狱，对吧？基本上地部长的龚明鑫啊，你有没有看过他的任何消息？有听过他做什么事情吗？好像也没有哈，好像也没有。Sky 澳币2.99，谢。请问廖董，格陵兰的事，丹麦给格陵兰的福利很好，如果成为美国中，美国给得起吗？给了如何对美国本土人交代？不需要交代，他干嘛跟美国本土人交代？我就是要这样做啊！你知道格陵兰人已经跳过丹麦，直接跟美国谈判了，你知道这个事吗？以前说川普说要跟丹麦谈判，不了，现在不跟丹麦人谈判，直接跟格陵兰谈嘛。格陵兰也把丹麦人给摒除掉了，怎么会给不起呢？我就说一人10万美金够，一人10万美金才50亿美金而已啊！50亿美金在美国外交上算个屁呀，是吧？对台湾他都可以用2.3兆来买台湾了，我跟你讲，放心啦，他那个格陵兰的事情，众议院已经什么通过了哈，通过川普去把格陵兰纳入美国51州，是众议院已经通过了，够也。这个已经不是川普一个人画 gay 啊，你听好不？人家是玩真的啦。所以我说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台湾啦，那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美国对格陵兰的动作嘛，它会越来越什么，如来如勇，越来越狠，很好啊。他对这个事越来越狠，就他未来对待台湾他也会用一样嘛。各位，我就跟你讲哈，我们这个时候党成立是最好的时机嘛，这时机哈。我们一定要让美国知道，所有科技发展，美国如果没有得到台湾的帮助，你跟中国的竞争就会比较辛苦。不是说你竞争不过，你会比较辛苦啊。如果让台湾去跟中国合作，那你美国就竞争不过中国。你要有一个原则哈，现在中国跟美国竞争是美国比较占上风嘛，因为你美国占上风是因为有台湾在帮你嘛，台湾的晶片在无限供应你嘛。但我台湾如果不供应你的话，你跟中国就一样平等立场，你就不一定斗得过中国哦，但是可能还会赢一点。可是如果当台湾去帮中国的话，你就必死无疑嘛，好，那你既然有一个国安破口，而且台湾有这种，万一我跟川普讲万一呢？你2028年去想啊，去国民党选去哦，不是我们台湾被人家会靠到中国而已啊，连带你美国会出大事啊。如果中国用台湾的晶片来控制美国，你美国到底要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相信他们的国安想过了，但是你们想过有什么用？很简单啊，就很简单啊，你把台湾纳入你们的51州，事情不就解决了？52州了没有关系啊，51州让给格陵兰了。因为昨天很多美国朋友哈发那个给我说，你们没有了，你们51州来不及。我说没有关系啊，52、53我又不计较，52嘛不要紧，53嘛不要紧哈。但是我说这个事情，中国的朋友发给我了嘛，
他觉得说，哎呦，你那里51没机会啊，你们还在喊哦，哎，你俩在讲，这件事是好事啊。比如说我们喊51州不是喊假的、啊，它是有个潜力可循啊。美国现在正在拿格陵兰嘛，格陵兰都敢拿了，为什么不能拿台湾？笑死了，你写的，对不对？如果以前讲了，如果以前美国没有像川普这样说要去拿格陵兰，我们喊这个很多人说啊，你今天喊假的。可是现在时代真的不一样，川普帮我们把很多东西弄的嘛，放到台面上来了嘛。啊，是啊，代级的外形啊，好不好 ？Sky 2.99，哎，不是这个，另外有一个 KSP 70块，懂了，谢谢。说格陵兰有稀土，格陵兰有稀土，我不知道，但是它永久冻土层了，那个要开采也很困难。我跟你讲，美国应该不是看上那个什么稀土了，美国自己也有稀土啊，现在世界各国稀土多的是吧？日本的海那边稀土听说多到妈全世界用不完了。我对稀土不是问题啦，但是可能就是未来的战略嘛，也就是说，但是我这个战略我认为是假的啦，哇，这嘛是假的，那讲你知道？美国战略要阻挡谁？阻挡苏联嘛？苏联现在还有能力呢，打你美国吗？信不信？你如果要把苏联弄掉，很简单啦、啊，你放任，你多一点武器给乌克兰嘛，放任乌克兰去打那个什么，打莫斯科，苏联就垮了、啊。那乌克兰会反过头来统一什么？统一苏联啊，统一俄罗斯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认为这个事情还是可能指标意义比较大吧。俄罗斯啦，不要讲，你不要抓我语病好不好？就罢休言好不好？那我就问你啊，除了俄罗斯之外，谁还能够对美国产生什么？产生威胁？啊，所以说你说弄那个岛是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北极圈的利益啦，北极圈的利益才厉害啦，因为我说北极已经开始退兵了嘛。北极的融冰之后，北极就是个最好的航道，好不好？而且北极圈的商业利益是很大的，不要小看这个哦。光那个航线啊，光那个什么，光那个矿产啊。但是我说矿产有一点比较，矿产也不好弄，因为那是永久冻土层，也不好挖了，好不好？说格陵兰老人家比较多不赞成入美啊，这些东西他不是要赞不赞成啊？啊，几人10万你就乖啊，美国可以给你买回来嘛？你说了哈，像这种事情啊，格陵兰在丹麦的手上一点发展都没有了，一点发展，它入美之后一定会有更加好的发展。那我就问你啦，不愿意加入美国是什么原因？民主意识吗？有什么好民主意识的？你加入美国跟在丹麦怎么样都是加入美国比较好了。那块土地本来也不是属于丹麦的嘛，那有什么民主意识可以？你说丹麦国内的人有民主意识，我相信啊。你说格陵兰的人对丹麦有民主意识，我还真是不相信。那就是什么好处给的不够多了。你讲10万美金不够，100万买给他。以美国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这有什么？这不是问题了，好不好？对啊，台湾问题你美国放到最后处理，这个我也相信啊。为什么？因为要把中国压到底的，一定要把中国的经济全部压到底，压到地上摩擦之后，那个时候，当中国对世界已经不产生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美国再来处理台湾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台湾内部有这样一个团队，有这样一个政党，而且如果我们的政党是第2大政党，甚至第1大政党，那个时候谈这个事情就水到渠成了，水到渠成了。有些东西事在人为，就怕你不为。你不觉得台湾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不为吗？没有人去做这些事吗？呵呵。哎，对了，你说什么？这个什么超高音速飞弹到美国本来就很难防啊。这个
不一定从那边打了，那他们从南极打过来也一样难防。像这种高，因为它是什么？它的弹道，它这种超音速飞弹哦，超高音速飞弹，它是什么？它是在外太空打的嘛。然后它会用什么？进入太空时候，它会什么？用一个角度让它再弹起来嘛，就像打水漂一样，丢丢丢这样的，所以它的距离是很远的，它也打得很远嘛。然后他们说从南极打回来，然后打到美国，美国也不好防，这个是确实啊，这个是确实啊，所以我认为格陵兰的影响不一定有那么高吧。哦，你放心好了。哎妈，你说我们要走帛琉模式会不会比较快？甚至我们可以走很多模式好吗？我不是讲了，美国只有13州，后面那些州都是在跟别的国家的嘛。我们走德州模式很好啊，德州模式它是为了要抢德州去跟墨西哥打了一仗嘛，很多模式啦，夏威夷模式也可以啊，帛琉模式都可以哈。他们现在在讲帛琉模式嘛，帛琉模式我没有那么喜欢，原因是什么？帛琉不是美国的一州。我想夏威夷跟德州是因为我们成功就是一州嘛，如果你成功之后只是美国的属地，好像差距了哈，没有那当然啦，这个后面再怎么走，这要再讨论了，好不好？对啊，格陵兰不能保护自己，又不加入美国，那他是没有遇到，他如果哪天遇到俄罗斯出来了嘛的，要战他就什么，他就怕了，好不好？终止托管，终止托管是必然的啊，他是一定要终止托管的，否则如果没有终止托管，后边都走不下去，所以一定要终止托管啊。麦克阿瑟1号命令就拿出来，到那个时候就开始讲这些事情了。这些东西都是美国保留在后面，保留一个休美本啊，就是保留一个未来跟你摊牌的机会嘛，好吧？我是比较喜欢一周啦，那个什么。你的帛琉那个这是不得已才要走那个模式的，不得已才走哈。格陵兰跟加拿大一样听信谣言讨厌美国，那个全部都中国大外宣搞的，台湾不是有这么多人吗？台湾面对中国的威胁都有这么多人，何况那些国家？来跟啊，他们不要我们要啊，是不是啊？他们不要我们要啊，流泪眼不值得一提啊。那些什么黄安那些不值一提，那些人在我眼里就是个屁啊！我看不起这些人，我不想跟人提了啊。还有啦，我是妈的最讨厌讲黄国昌的任期只有20天了哈，那10几天了哈，我是不想去提他了。不过他在美国表演这个事情，有时候才讲一下了哈。而且立委任期只剩下10几天的黄国昌了，从美国快闪回来后，从对军购与国防特别预算的理解依然与事实不符，请大家需要大家帮忙一起分享来澄清了。黄国昌说1.2兆元的国防预算对美采购只占3000亿，这是错的。事实上是什么？美国光2025年单一年度对台宣布的军售就是合计3000亿。所以那个3000亿跟那个1.25兆不一样，1.2兆是特别预算，好不好？国防部说明18年1.5兆是国防特别预算，涵盖今年份，包括年份是2026到2030，好不好？3000亿是去年的事情哦，所以他故意把它这款老人了。你看他到美国也没有什么人也没有见到，然后就又回来，然后到机场没有人去堵麦哦。很丢脸啊，因为大家你都存10几天的立委你都没有人听了。他回机场回来的时候，机场没有人去堵麦，没有记者堵麦，他自己拿一个麦克风在那边讲，我靠更小呀，有更小，然后讲一个3000亿，3000亿是去年的事情，好不好？1.25兆是2026年今年开始到2033年的事情，这个倒菜多了，一个立法委员，一个搞法律的人，连这个重要事情都会这样讲，那是很可怜的哦。是不是？国防部特别说明8年的1.2兆的国防预算中，国内产制约3000多亿，其他则需要对外采购。美国在台协会昨天再次重申，对1.2兆国防预算也表示欢迎嘛。这个东西，这个不用再讲了。最多美国人出手，鼓励人出手嘛，但似乎表面上没什么效果嘛，没什么效果。
那我就问你啊，既然没有效果，为什么？你黄国昌去美国干嘛？他说去 AIT 的最大人在鼓励人在台湾了、啊。你在台湾跟鼓励人讲好就好嘛。你去美国，必然有他的什么可能人家跟他讲说，更重要的比 AIT 还要高的层级，要告诉你不要再给我挡预算了、哦。我认为这件事情，他去美国跟国防预算真的有关系，但不是他要去什么去了解什么，而是人家让他去的，就来立正脚贴好啊，是不是？所以说没有意义啦，他们扯这些没有，但是这款代志似乎可以什么激起一些小草的高潮嘛。但是我就跟你讲了，有见识的小草，有见识的年轻人是看不惯这些事情的。所以我说哦，我虽然之前对赖清德很有意见了，但是以我现在的看法，2026年就今年的选举，反而有一点曙光。反而曙光的原因是叫否极泰来了，因为什么？因为郑丽文实在他妈的太不像样，没有一个台湾人能够接受他。我告诉你，我觉得除了红统人之外，没有一个人能接受郑丽文。而大家讲，哇靠！现在以前的朱立伦还会伪装哦，朱立伦从来都不敢这样直接亲红哦。那朱立伦讲话你看他清楚啊，朱立伦讲话一直都还有一点点国民党的样子哦。我国民党跟你共产党虽然说我靠你，但是我也不愿意，我表面上还不愿意去臣服于你哦。可是郑丽文是完全臣服在中国的隐威之下，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被接受。国民党那些人绝对不。你把国民党这些反共者最后的一个底线嘛，最后的一层薄纱，把它给遮下来了嘛，是吧？人犹抱琵琶半遮面，你把他琵琶给抢走，这些人他就必须要抉择了嘛。好，既然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自欺欺人了。国民党就是已经变亲共挺共者，所以呢，必然他们要有所选择。所以我说，我们台美党给他一个选择嘛，护国党也给他一个选择。我们台美党跟护国党如果能够抢到这些反共的蓝军的票，国民党就必死无疑。然后国民党死了之后，他没有复活的机会了。这个我们真的可以整个从根把国民党拔掉了。你们不要觉得不可能不要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这个论述超越一切。我们入美联邦这件事情超越台的统独嘛。给台湾人找到一条最好的归宿，统独之争已经让太多人太烦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讲啊，统独现在没有市场，统独没有市场。你看以前啊，你过来喜欢买嘛？以前统独那些人啊，独派那些人那么优秀，闹了那么大，最后发现好像没有效果，好像问题不在国民党。我们台湾人独立不起来，不是在国民党，而是在美国。美国根本就不让你台独，让很多人开始知道说，哦，原来美国在告诉你，你是过来啊，你地位未定论，但你是我的。美国是不准的。以前美国已经重申不接受台独嘛，我们还讲说，哎呀，是不是美国在讲反话？美国在外交上不会讲反话的，外交上他是不会讲反话。所以说，美国人真的要什么？要的是你台湾归属我，要你台独干什么？所以也就是这样的话，统独已经把台湾人搞得太累了啊！而且嘛，两边的人统跟独，你们都已经很辛苦很累了，也很烦躁了嘛。因为觉得说，比如说我独的人，我就独就不可能，美国不让我独，但是我又不让你同，你们要是我不能独，但是万一你被同了怎么办？啊，同人说，哦。我们同也同不了，但是我就怕你们独，所以两边虽然各自无路可走，但是各自还是壁垒分明。但是只有一条路走出来，来啊！大家看，你看我们这条路走出来，这条路进入美国联邦，让很多人想说，这才是最后的解放嘛？为什么那么久没有人提出来呢？这是真正的解放，不是没有人提出来，是提出来的人能量不够，他没有把这个什么论述给铺开来嘛。刚好我们很幸运接触这一块之后，我们刚好也是吧，也集合了一群人，要不然我们要阻挡了嘛，
只有一群人把这个东西扩散出去。年轻人，尤其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族群里面很多年轻人站出来了，他们甚至有很多是蓝的很多站进来，当然台独也很多站进来。台独说，我再也不相信台独了。我听塔山一说，我再也不相信台独了，因为果然没有路走嘛。那你没有路走，我就给你走有一条路可以走，我们一起来走走看嘛。但是我跟你讲，我们的团队现在还是有一个毛病，你知道吗？我真的要在这边跟我团队的每一个人讲，你们还是有很严重的深绿情节，你们的思维里面还是一种完全绿的。我说我们要接纳百川呐，我们要接受，只要反共蓝我也接受啊，反共小草我也接受啊，我要把这些人拉进来。可是当我们的群里面有人讲这些不是绿营的话的话，他们就说。他们也第次跳出来，第一个要反弹的，我们自己要开始慢慢的跳脱这种深绿的思维了，不能只有台派思维，要什么？所以我今天讲说，我们为了3条路嘛，我们为了3条路是我今天才讲的，我们以前没有讲这些，我们以前只讲什么？我们陆美嘛，但今天我说我们有3条路，一条是陆美嘛，陆美这件事情由我们大使来负责嘛，我们还有一个什么？你主张要回归日本母国，我也接受啊。我们有一个团队啊，我们让秘书长带领你们去打官司吧，不像你们啊，不像民政，我只是去他妈的去那朝拜什么，去拜什么，我觉得那个没有效果。不要老是停留在民间的哈，我们要去美国，要到日本要去什么？要提告你们什么？对，当年你们对谁？对琉球群岛，那你们所主张的剩余价值。你们主张琉球群岛回归你们日本，台湾就是跟琉球一样，所以日本对台湾跟对琉球都有剩余价值这样一个说法。所以你不要说，哎呀，你不是陆媒，我跟你讲不是这样讲哦，我们是为台湾找到一条活路，所以都有人啊，任何只要反美只要反共的哈，都进来，我们也不强迫你说，哎呀，你一辈子都要想要回归日本，我也不会强迫你，没关系，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还有团队跟你们合作去日本去讨论去提高这个，然后还有一条路叫做深耕本土嘛，深耕本土这个就由我来负责嘛。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立场都讲清楚，否则很多家长说啊，你们不是说要陆美吗？怎么现在在谈选举？开什么玩笑啊你在台湾没有影响力，你陆什么美啊？这个东西我们都要跟所有的支持者讲清楚。没有一触可及的，世界上没那么简单的代志，你怎么会想那么简单呢？任何东西都一步一脚印，尤其是政治的东西更要一步一脚印，好不好？哈，路就是这样讲了哈，大家要好胸，要心胸要宽大一点啦，要去什么？要去包容对方了，要去包容对方啊！你们深绿的也不要到我的群组，你们天天发你们深绿的东西，似乎要企图要把我们拉回你们深绿的。我们好不容易从深绿里面挣脱出来，好不好？挣脱出来，我们找到一条路，是这样来的哈。而且你们深绿的对我也够狠了哈，他妈的退了我多少订阅户，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哦。所以有时候哈，大家需要包容一下，没按你啦，不要他妈一定要跟人家输赢，好不好？你刚刚不让输赢啊。你被台派喷过，我只是比较支持绿的，因为没有别的可选。对啦，大家都按你讲啊，大家都这样想啊。支持投票投给民进党，是因为没有人可以投啊，没有别人可以投啊，我总不可能去投给那个亲共舔共者吧。所以说民进党你不是有多好，而是你比较没有那么坏，懂吗？所以你既然执政了，你要表现出我真的比人家好。不是我比人家不坏，一起做堕落，你不觉得很堕落吗？我今天尽量不说了。刚每天节目一做完一看，哇，退了20个人，我心有点痛了，但是我还是会往前走，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妥协的哈，我不可能妥协哈。对啊，台湾党走自己的路啊，哎呦，你跟我就紧张啊，走自己的，我当然是要走自己的，我也会走自己的路啊，心会痛啊。对吧？有时候心会痛，你知道吗？
对啦，大概只能守住高雄、台南了。台南、高雄如果再守不住呢？哎，你们想一想看哈，蔡英文的时代是什么？台南、高雄，还有谁？桃园呢？甚至连台北也没有被染的抢走，哎，那个是曾经是个很大的成就，哎，是不是？我就说嘛，就阮台中，就我是海线的人，我清水人，我在我印象里，海线是很绿的地方，台中海线是很绿的地方，可是现在呢，全部变盘变蓝了，跟那个廖永来有关系。廖永来当时把拜耳那个赶走嘛，那个拜耳多大的公司，所以我让我们海线完全没有经济状态，海线没经济，你知道吗？那清水、沙鹿、梧溪啊，没有什么工业的，就沙鹿还有几家上市公司啊，一两家，其他没有哎。那海线不知道在干什么哎，就是因为如果那一次没有把拜耳赶走，让拜耳在台中公园、台中港设厂，问海爽要造了整个什么配套措施起来嘛，它的上下游整个起来，早就已经发展的很好了。所以这种事情，台中人哦，心中有一股恨。所以呢，为什么现在变成台中变哪？我年轻的时候台中不是哪的，我真跟各位讲。我年轻的时候，台中真不是蓝的，所以有些东西哦要很小心，不要哦。所以我这样我看了廖永来，看了就堵他脸前了。我这次吃饭，每次看了他2-3次，我看到他都很想给他吐脆嘛，你知道吗？我很想你要出来干什么？你没有能，你出来只会把民进党害死了，是吧？张文英也很久没看到人了嘛，所以他们但是聚会啊，他们就在放以前党外的那些东西哦，我们尊重了，但是那些东西在这个时代放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吗？为什么？早期放是有用的，因为早期国民党一党独大，台湾人是没有发展的，所以我们台湾人被什么欺负啦，就糟蹋了，党外被迫害，你放那个有效。现在你放那个没有人看，为什么你知道吗？哎，你执政20年了呢，哈。你阿辉啊，嘎嘎了，你执政几年啦？你现在在讲这个，对吧？你执政多久啦？你现在没有东西可以讲，还在放那个哦？那我可以跟各位讲，那天我们聚餐的时候，他们放了一个多小时的党外的过程，没有一个人在看，所有人都在聊天，没有一个人看。这个时候不要再缅怀过去了，因为你已经执政很多年了，你应该拿出来说，我执政这些年。对台湾的改变多少？我执政这些人对台湾有什么科技的进步了？啊，那你叫有意思，你现在还在讲你们以前党外那些事情，年轻人怎么会有改？包括我这个年纪，我是知道啊，但是我心里会想啊，你都最近要几年个攻击上800年前的代志啊，是不是？是不是来讲？你都没有执政过，你拿那种东西可以打动很多人，因为我们是被迫害的一群。你他妈，你都执政10几年啊，要20年呢？连阿辉啊、嘎嘎了，你执政30年呢？如果连李登辉的执政都算台派的话，台派执政30年呢，是不是？在讲这个就有一点什么，有点塞奶了哈，不要这边撒娇哦，不要这边没有意义哈。对啊，没有，你讲不能再缅怀党外了，我也是这样看的。你记紧这嘴年，你要积极，我们年轻人要看。前途看未来，不是在跟我讲过去。你可以看代志伤久啊，我们这一代人都觉得那太久了，年轻人更是无感了，好不好？你把这些年轻人讲，这些年轻人谁听得懂？是不是来讲哈？对啊，听了你说没错，台湾长期被蓝欺骗、打压、迫害，已经忍无可忍了。这句话说得很好，问题是我们执政20几年了，哈，为什么？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被迫害？那我们应该回过头来要求谁？要求执政者啊！你写创想啊，我把你选上来，你还在让我被人家迫害啊！而且你打不过人家就回来给我哭诉，
民进党现在就很多说遇到这些遇到他们这些人啊，就回来给你哭诉。他妈，你是我请的保镖呢，你遇到敌人说，哎呦我打不过，你主人自己出来哦，他妈的，那我要你干什么？他会有这种问题，你知道？这两回事。国民党很烂、很脏、很恶心、很下流、很卑鄙，这个我都承认了。民进党变得无所作为，这也是事实啊，是不是？是吧？就是让我们这边我们这个频道，我们成立这个政党的理由嘛，我认为你做的不够，所以我一个右派政党我要站出来，而且我已经告诉你怎么做了，我所有的提议我都跟你讲过了哈，我有这么多。赖清德先生，我讲的这些东西，你只要扣一两行来用，你就最好用的啦。我跟你讲，对不？我讲的对不？我不要去打压房地产了，但是我去盖什么？盖祖屋，让年轻人哦，你找我祖屋你就有申请祖屋，但是1个月2万哦，我本来讲1个月2万，租金比外面便宜，对不对？生一个小孩减5000，你生2个囡仔，存几万？永远几万哦，这辈子就用1万租给你，1万租一套3房2厅是有够俗的啦！拜托，这个都没办法出，这都没有办法了哈。安利是不是？对年轻人没有压力啊！哎呦，生孩子还可以减免那个什么，减免房租啊，对不对？我们就很明确，甚至如果我们台湾经济更强的话，经济状况更好的话，台积电赚更多钱的话，可以呀、啊。生2个囝，我就连房租都免啦。房租免是有点不合理啦，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嘛，一定要自己可以让你出少一点。讲代志，我跟你讲，大概少子化问题就解决了。确实了，你讲今摆囡仔，你要给什么4万块的薪水啦，租一间存2万啦，是不然谁干嘛呢？所以说没有办法。所以台湾政府要给他们一条路走嘛。如果这样的话，政策很明确的话，按夫妻2个都在上班，养小孩很合理啊。反正我们房子几万块出租那给有什么困难？但甚至我说更有钱的县市说，为了什么？为了吸引人啊！哎，来，比如我们问台中市现在已经被降级了，各位，台中市被卢秀燕执政8年之后，我们的台中市的财政被降级了，好不好？这就是我之前讲的嘛。我是不是讲你台中市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这个我说忘了讲，台中市财政被全国降级，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你什么？你没有拿得出手的行业嘛，你当年的台积电你都不争取嘛，台积电你不清楚嘛，台湾的传统产业已经没落了哈，然后你卢秀燕从来没有为工商业做过一点事情，你永远只帮你们家的建设公司赚钱而已，所以台湾人就没有什么呢，我不管政治好啊，你不管政治，台中市被你降级了，所以台中市财政被降级之后，台中市未来可能房地产会下跌，就开始要下跌了，可能台中起上凶，可能到尾会杀上跌得最凶嘛，很简单的道理嘛，你没有为台中市的经济做过1分的努力都没有。台中人，你再不站出来，你们这些下流人跟卢小小是一伙的，是吧？明明我说明明台中市台中人是一个什么非常活力非常旺盛的地方。我在中国遇到所有台商都是我们台中人，因为我跟中国人讲，你们看到你们中国看到那么大的鞋厂，到处那么大鞋厂，哎，总公司都你们台中。就我们台中的小地方孕育出这么多鞋厂啦、精密加工啦、什么五金啦、五金制造啦、什么洗床鞋那一大堆 CNC 那些东西啊，台中上强啊！这是后面呢，我之前在节目就讲过，卢小小，你还能为台中市拿出什么东西来？拿出什么东西可以见人呢？说不出来。果然财政状况被降级了。这些城市的台湾第3大城市的。他的什么财政状况被降级，这仅是被谁污走嘛？第一，没有产业嘛，没有产业他就没有税收嘛，然后什么？到今天台中人脸上已经无光了，好不好？台中是庆忌之都啊，好不好？是吧？所以说这些年来，台中人你有任何什么？你有任何荣耀吗？
台中是我感觉台中一直是一个最高尚的城市哦，但是这些年来被国民党这几任下来了吗？台中有什么高尚吗？有什么荣耀可言吗？是不是？对啊，你看人家台南、高雄起飞了，你台中他们家都被洗掉啊，是不是？所以说，台湾人说，哎，我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结果就是像现在这样了，好不好？比胡志强倒退多了，好不好？哎，这几啊年不，哎。真的为什么台中人看不懂哦？卢秀燕真的什么都没做哎，他除了贪污之外啊，除了他妈的跟建商勾结之外，他什么都没做哎。但是他现在好像，所以说慢慢有人看懂了。所以以前卢秀燕本来不是跟台中这附近的这几个县市的人都勾结起来，联合起来嘛，他认为他可以选总统嘛，没想到慢慢的被什么？他自己也知道他没有任何政绩。他所有东西只要被挖出来，他是没有机会的哈，所以他最后你看兵败如山倒嘛，连党主席都不敢去算嘛，所以党主席没有选的话，他整个垮掉了。再有巨蛋还有2个巨蛋呢，嘿，14期2个巨蛋你知道吗？笑死人！他14期2个巨蛋，而且还有附近还有一个什么洲际棒球场哦，哇塞，干嘛？你看这种人哦，这种他妈的可恶到极点了，真的。啊，对啊，这附近的地龙起来，因建设公司没了啊，所以他这个改2个巨蛋啊。为什么不是一个巨蛋呢？那个什么松竹路那边不是有一个巨蛋吗？那个龙盛街龙盛路啦，龙盛路就一个巨蛋了。为什么在那个什么，在那边还有一个呢？在那个什么那个谁啊？那个像黎明路这边嘛，还有一个巨蛋呢，就西朗哦。你不觉得因为这2个地方他都买了很多地啊，他敢这样做呢？他真敢这样做啊，各位，你看后面他会变成怎样？6度印象上歹哈，我懂啊，那我懂，台中人就这样啊。其实真的啦，真的跟我觉得这个跟廖永来一概就干掉了，因为把我们说卢小小很讨厌，是很讨厌。但廖永来之前那一次的伤害最大，整个拜耳，而且什么还有什么迪士尼，很多那时候很多企业进台湾呢，全部被人家赶走了。其实左派啦，左派公会环保，其实真的是环保吗？各位，它不是环保的问题，它是不敢贴红包嘛，就这么简单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海线的人啊，我二叔啦，我二叔跟我那个谁，我二叔跟我堂弟他们都是在帮国民党拉票的，他们一起国民党的调咖啦。哇，他妈这离谱呀！你们怎么会这样？其实我跟你讲，他们都是这样，那些人都是说，当年本来有一个发展的机会，被廖永来给弄掉了。所以各位搞清楚哦，海线以前不是绿的，不是蓝的哦，是绿的哦。哈。根本就不是环保，那什么极端环保，你信这个啊？我不信的，这就是不想提钱啊！哪有什么极端环保？一个发展中国家环保什么？就问各位了。而且面对一个拜耳是全世界最重视环保的公司，你去跟他讲环保，那环保跟经济发展这2个能比吗？而且基本上没有环保问题，德国人会有环保问题？对了，台中空气污染很严重，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们这边呢，这个桌子2天没擦就一层灰尘了。哎，台中袂多人啊。好了，时间到，我超过半点钟啊。好了，先到这里为止了，感谢各位的聆听了，谢谢各位。